现在的人都很清楚，缴纳社保对人们的日常生活真的非常重要，尤其是那些在事业单位以及国企里工作的员工，更是非常努力的在缴纳社保，想为自己带来一份保障。实际上呢，缴纳社保可以带来的好处真的非常多，比如自己老了以后，能够每个月领取国家给的福利，哪怕失业了也可以领取失业金，在工作中受伤也可以获得赔偿，生病的话呢，可以使用医疗保险报销，甚至买房都可以利用公积金来贷款。这样看来，人们的生活真的没有办法离开社保。然而最近为何越来越多的人弃缴社保？难道不担心养老问题吗？内行说出实情，事实上确实有部分人根本不想缴纳社保，这就让他们以后的生活充满了风险。如果生活出现了什么风吹草动，很有可能就会陷入到困境中。总体来看，这些人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。第一种，没有多余的钱去缴纳社保。有些年龄比较大的员工在40多岁或者50来岁的年龄就失业了，他们没有办法，只能去找一份临时工来做。但是这些单位通常情况下都是不会给临时工缴纳社保的，这就意味着社保需要的所有费用都需要他们自己来承担。但是临时工的工资又很低，如果交了社保的话，很有可能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影响。所以为了能够不影响到生活质量，许多年龄比较大的员工只能选择不去缴纳社保了。但是国家有关部门也有相关的规定，如果符合了相关的条件的话，可以申请优惠的政策。第二种，有些刚进入职场的人不愿意主动缴纳社保，这部分人普遍觉得自己还很年轻，刚刚进入到社会当中也没有多久，收入本来就不高，如果再去缴纳保险的话，手里的工资就根本没有多少钱了，所以他们就认为现在缴纳社保会吃亏，还不如等到工资再多一些，年龄再大一些再缴纳社保，反正缴纳15年的时间就可以正常领取养老金了。甚至还有一些企业和员工达成了一致，企业会把缴纳社保的钱直接发放到员工的工资卡里，而员工对这种行为也表示了默认。第三种，个体户和自由职业者，这部分人的日常工作还是比较自由的，他们不会受到什么突发情况的影响。但是在缴纳社保的过程中，他们就不是很积极了，因为职工在企业里缴纳社保的时候，职工自己承担的钱也只是一小部分而已，但是大部分的钱都是企业来承担的。但是个体户或者自由职业者，所有的钱都需要个人来承担。有的人觉得自己很难负担得了这么多的钱，也会觉得有些吃亏，所以就不想再去缴纳社保了。第四种，财务自由者，有些人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做生意取得了成功，积攒了不少的财富，他们觉得缴纳社保靠着那点微薄的收入来养老也不太现实，所以还不如存上一笔钱留着养老。如果你的钱足够多的话，觉得自己的生活可以得到保障，并且已经实现了财富自由的话，社保也没有太大的意义，毕竟它也只是为了自己多一份安全性而已。第五种，不知道如何缴纳的人，比如说一些在工地里工作的农民工，他们可能自己也想要缴纳，而单位觉得农民工在工地里也不会长期工作，顶多几个月的时间又会到其他工地里，哪怕是单位愿意给他们缴纳社保，只要他们工作了几个月的时间，以后换了一家新的工地，或者换了一个城市，那之前缴纳的社保就相当于白费了，所以这些农民工也不愿意缴纳社保。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，如果不想缴纳社保的人越来越多，未来的养老金池肯定会出现缺口，那老年人的福利又该如何发放呢？显然，无论是存款养老还是养儿防老的措施，到了现在都不是非常明智的做法，靠社保才是更加明智的选择。所以大家都应该积极起来，不仅为退休生活带来更多的保障，也可以让自己的生活多一个选择。其实针对年轻人缴纳社保是不是吃亏这件事情，大家应该有所认知，因为中国的社保制度遵循的是缴纳的基数越多，获得的钱越多，缴纳的时间越长，获得的钱越多的原则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缴纳的钱多的话，你最后拿到的钱也会越多，绝对不会存在吃亏不吃亏的问题。
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的话可以给我点个关注哦，下期再见。